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了37万亿，8月财政部就新发了1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也就是说我们在聊这个视频的时候，美国又多欠了几千万。这么多债务，美国会不会突然就还不起债？还是说它可以靠着印钱再撑它个100年？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美债它到底会不会爆雷，以及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情况变糟了，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钱？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大家为什么这么担心美债危机呢？不是因为心疼美国纳税人呢，而是因为美国的债务呢和全世界的经济都挂钩。美元呢，它属于世界货币，全球65%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88%的外汇交易呢都会涉及到美元。美债又是全球定价的锚，美债收益率一个变动，全世界的资金成本都要重新定价，以至于美联储每次的加息降息都会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动。而受到利率影响的美股呢，也会影响全球的股市，美股的涨跌会直接牵动 A 股、港股、日经等等的市场。所以大家担心美债，不是因为多关心美国会不会破产，而是因为一旦出事呢，全世界都会受影响，我们自己的房贷、投资收入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损失。大家还记得2008年吗？那个时候美国房地产出问题，然后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房价经过很多年的上涨，银行的贷款变得越来越宽松，出现了很多零首付不查收入的贷款。然后到了2月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首先是汇丰银行，它宣布因为贷款的坏账呢，亏了上百亿的美元。到了7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2只基金就接连宣布倒闭。8月，法国巴黎银行冻结了3只基金。到了2008年的3月份，贝尔斯登撑不下去了，被迫低价卖给了摩根大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7月的时候呢，美国2大房地产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呢也撑不住了，直接被政府接管。到了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个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一夜之间全球恐慌。而这场危机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首先是冰岛，它3大银行接连倒闭，整个国家直接宣布实质性破产。欧洲的银行也接连爆雷，英国、法国、德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希腊的财政也受到重创，而且还为他2010年的欧债危机埋下导火索。中国这边呢，出口也断崖式的下跌，上证指数直接从6000点跌到了1700点。2008年11月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得不推出4万亿的救市计划来稳住局面。到了2009年呢，情况并没有好转，美国的失业率直接飙到10%，全球的 GDP 呢也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负数，全球央行集体放水，全球也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低利率时代。所以说大家担心美债危机，不是说担心美国欠钱不还，而是担心它把全球的经济一块拖下水。那欠钱多一定会破产吗？其实也不一定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史上欠钱多的国家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先来看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呢，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全世界1半的工厂产能都在英国，它也控制着全球24%的陆地。当时的英镑就像今天的美元，全世界都要用英镑来做生意。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的债务占到它 GDP 的比例高达250%，比现在美国还严重很多那之前支撑他们这么高债务的基础呢，是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殖民地，可以把其他国家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输送给英国。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呢，英国发觉它的殖民地一个个都独立了，那他们的贸易体系呢也瞬间就崩塌了。虽然说英国的底子厚没有因为高额债务直接破产，但是呢，他们也不得不靠着之后的几十年的通胀和经济的缓慢增长，慢慢的稀释掉这些债务，而代价呢，就是英国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美元取代了英镑。再来看日本这个才真的是债务中的王者，债务呢占到 GDP 的266%，全世界第一，而且欠了快30年了，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日本它不会破产呢？因为它会自产自销，95%的日本国债其实都被日本自己买了。那日本人的储蓄率高，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他们全部都会去买政府的债券。日本央行更是买了1半的国债，相当于政府的左手借给右手。那日本虽然没有说因为债务破产，但是呢，经济也进入了失落30年，增长停滞，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价、工资都原地踏步。
我们再来看德国的教训。1920年的时候呢，德国为了还一战的赔款，然后疯狂的印钞，出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恶性通胀。1923年的时候，一个德国主妇如果早上拿着1麻袋钱去买面包，然后中午的时候面包就涨价了，她的钱只能买半个，然后到了晚上这袋钱连一片面包都买不起了。最夸张的时候，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42万亿比1。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落榜的美术生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面，指着一个标价50万马克的面包，开始了他那段改变历史的煽动性演讲，也为二战埋下了伏笔。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1990年代的时候呢，俄罗斯的财政主要依赖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同时他借了大量的美元债。1998年的时候，油价下跌，投资人恐慌性撤资，卢布暴跌，俄罗斯政府直接宣布债务违约。而俄罗斯人的存款呢，就瞬间化为乌有，一夜返贫。之前我们提到的英国、日本、德国，他们的债务都是本币债，还有缓冲的余地，而俄罗斯借的是外币债，非常危险，一旦信心崩塌，就是经济的硬着陆。你看这债多了吧，日子都不好过。那现在大家债务情况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GDP 排名前几的国家吧。2025年 GDP 产量的总值排名前6的分别是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和英国。大家欠的钱都不算少，日本的话是最高，政府债务占它国民产值的比重呢是249%，其次应该是美国吧。123%，英国的话是101%，相对比较少的呢是中国84%，印度83%，还有德国是62%。我们对比着来看美国这边虽然它欠钱多，但是呢，它欠的都是本币债，短时间内呢还不会出现什么状况。不过它目前因为债比较多嘛，所以说利息负担还是挺重的。中国作为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呢，政府的中央债务比例不算高， GDP 的增长也不错，有4%了。那现在的问题呢是地方债和房地产的风险可能会对之后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德国呢，它债不高，经济也不怎么涨。印度呢，它经济增长快，目前吃到了人口红利，但是政府财政赤字比较严重，很大一部分钱都用来还债了。日本还是维持一贯的高债务低增长，虽然说债务方面不会暴雷吧，但是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起色。英国作为老牌的金融中心呢，它整体的制度结构还是挺稳定的，但是呢，也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么看下来，大家好像多少都有一些债务方面的问题如果像美国英国、日本这样欠的是本币债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不太会容易爆雷，但是经济会比较低迷。那如果说欠的是外币债的话，像之前的俄罗斯就非常危险，一出什么状况就很容易硬着陆。兜了一圈再来看美债问题呢，就能发现短时间内它还不太可能崩盘。首先美国欠的是美元，它可以印钱是吧？虽然说乱印钱也会出问题了，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至少可以帮着缓口气。其次呢，是因为美元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还是处于主导地位，大家买石油要用美元，国际贸易也要用美元，那各国央行的储备金呢也主要是美元，这就意味着全世界都在帮美国分担它的通胀压力。而且美国虽然说欠钱多，但是美债的70%呢其实都是被美国人他自己买了，像是美联储、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还有普通的投资者，不管是我们买的货币基金，还是说一些国债逆回购定存的产品他们都是最终去买短期或者长期的美债，其实就像日本一样啦，资产直销，风险可控。并且呢，目前不管像是欧元、人民币还是日元，都没有办法完全替代美元。下面呢是预估的一个时间线，那如果说美国的债务情况不改善的话，可能会有的一个走向。从短期来看呢，利率可能会有波动，通胀呢也会由于关税的问题有反复，但是美债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资产，可能会有小危机，但是呢相对可控。但是如果美国的财政状况没有改善，那3到5年之后呢，其他国家可能会慢慢的减持美债，寻找其他的投资产品。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融资成本也会逐步的上升，而这个阶段呢，美元的这个主导地位就会受到一些挑战。
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像是美元、欧元、人民币、数字货币可能会出现共存的状态。那如果说美国这边的财政问题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呢，美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像英国之前的一样，慢慢的被稀释。所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啦，不太可能说一夜之间爆个大雷出来。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能推出一些比较有效的政策，比如说是控制财政赤字啊，优化支出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等等的，那这个债务问题呢也有机会改善。但是如果出现下面几种情况呢，大家就要比较小心了。第一个呢，就是美债拍卖的时候没人买了，流拍。或者呢是美元的指数持续的下跌，还有第三种情况是美国这边通胀失控，比如说超过10%。最严重的呢就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始拒绝用美元结算。这4种情况其实是一个比一个严重，如果说真的都出现了，那说明美元体系本身出现很大的问题，大家就需要考虑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了。最后说一下，如果情况变糟的话呢，我们能做什么来保护自己的钱？那最主要方法呢，就是多元化配置，可以投资不同币种的资产，也可以买一些黄金、房产这样的实物资产来对冲风险。那如果说通胀上升的话呢，像 Tips、iBond 都是非常好的抗通胀工具。同时呢，手上留点现金，最好是有6个月的紧急备用金，万一工作出问题啊，或者说收入突然下降，那也能撑得过去。还有呢，就是不要随便投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啊，比如说现在虚拟币很火嘛，那有一些新发行的币，它的利率可以给到200%，但是本金也很容易归零啊，就是没有搞懂之前最好不要碰。我们可以通过慢慢的学习，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呢，再缓步入场。好啦，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总结一下呢，就是美债不会明天就爆雷，毕竟底子厚嘛，短期内不用太慌张。但是呢，风险也是真的存在的。债务如果继续这么涨下去的话，总归会有个极限。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多元投资来提前分散风险。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喜欢我的内容也可以给我点个赞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